我叫廖昭如，大家可以叫我阿顺。那今年30岁，那2018年来美国的。那在来美国之前是在家里上班，我们家里是餐厅服务业。那我们是在山上，然后我是泰雅族原住民，然后在新竹县尖石乡。那 Eric 我先生是我们家的客人，那我们是这样认识的。然后后来他去念书了，然后交往了一段时间，要做一个抉择的时候，他有问我说要不要去美国。本来互相就很喜欢，然后在一起一直都是很舒服的，但是就背景很不一样啊。我们是原住民，然后就是一直都很喜欢在山上的步调，然后我没有想过说会离家人这么远。其实我那时候其实内心是觉得我不应该来，因为我觉得好像背叛我的家里，因为我明明知道说出去结果不好的一定比较多，远距离恋爱，然后又去异地恋爱，你英文又不会，然后谁都不认识，基本上你说会走到后面的应该不多吧，所以你那时候是很悲观的。那是因为妈妈后来就说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，你没去过你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那边的生活，那你去了如果你不喜欢，那家人都在这里，你可以回来。那我是听到这一句话好像打了强心针一样，所以就先陪 Eric 到他第一份工作的城市，然后就开始同居。后来他去上班第1个礼拜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就是突然你觉得怎么只有一个人，因为他出门6、7点出门，回到家已经下午5、6点，然后在美国基本上你不开车其实哪里都去不了。那我记得我那时候要走10分钟才可以到麦当劳，但是你不可能每天去逛超市，然后每天都去麦当劳、星巴克喝咖啡。过了1个礼拜，我就有想要出去找什么事情做，因为我觉得太空了、太闷了，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然后我就刚好走到一个餐厅，它好像是华人餐厅，那我就进去了，就说不好意思，你们有需要帮忙吗？所以就有机会去帮忙做事情，然后填补那一段心里很空虚的那个时间。我那时候也很想要一个公平，希望我们2个对这个租的这个房子都有一个付出，就是不想要全部都说好像都是他在工作，他在付出，他在养我，所以我就也想要努力做点什么，所以我就想说去打工。哪里啊？有小孩这件事情，感觉是很顺其自然的，很顺其自然的，就是有了 A 嘛。那时候是在 Memphis 这边，所以整个怀孕过程其实都是很喜悦的。然后包括到生小孩，每个护士都好像很期待你孩子的出生。那小孩出生的时候，他们也说这是一个 gift， 就是你的礼物啊，它好漂亮。所以你当下都觉得一切都是很美的，就是说哦。很喜悦，我觉得都是喜悦，我都没有觉得说生小孩这件事情很辛苦。就算我那时候就是生 A 嘛，撕裂伤很多，我都没有觉得很痛，因为他们都说哦，这个是他给你的一个过程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哦自己很伟大，然后就回家1天就回家了，很快在医院就1天，然后就回家，然后开始跟我们2个其实也没有说真的很会用小孩，但是因为当爸妈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他一生下来，好像你也准备好。接下来我觉得对我比较多挑战是当 Emma 长大了，就我们搬到旧金山，刚好是他学走路的时候，就是我准备要带他出门的时候。那出门就是要去公园嘛，那你去公园就要出去跟人家交谈了，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是，我那时候我的英文可不可以带着我的孩子去公园跟其他人一起玩，然后一起交际。但好像开始带Emma去公园之后，我发现好像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糟，因为我发现小朋友他们就是这样玩在一起，好像小朋友根本就不分你是谁，然后你长怎样，你黑发你黄发你黑皮肤白皮肤，他们就是打在一起玩在一起。然后爸爸妈妈如果看到你的小孩来，他就会主动叫他的孩子跟他说 Hello Hi。 他如果有玩具你坐在他旁边，他就叫孩子说哦你分享给他。
然后我就觉得原来带出来一点压力都没有。然后包括他们看到 Emma 都会说她很漂亮，因为 Emma 这边有一个胎记，那他们的小朋友都会说 What's this？ 就问他妈妈，他妈妈就会说那一个是他妈妈给他的礼物。我不知道在台湾或是在我生长的台湾人家会怎么介绍这个东西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因为听到这个，我就有大概觉得说我喜欢这地方，这是一个有点契机吧，就让我觉得我想留在这边久一点，然后想让小孩在这边长大的一个开始。对。